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如果说淘宝会被打败，挑战者很有可能是拼多多。拼多多无疑是目前中国互联网公司最耀眼的一颗新星。凭借独创的拼单购买模式和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拼多多目前市值已经超过京东，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在电商行业老大淘宝刚结束双11促销的时候，拼多多发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拼多多第三季度总营收142亿元，同比增长 89%， 这个增长速度令人咋舌。然而在拼多多巨大的成就背后，躲藏着众多见不得光的内容。不止一次，拼多多被曝光成为互联网黑产的交易平台，而其中涉及金额最多的是网络赌博。2020年7月，有名为王凯的网友从江苏离职到上海拼多多总部讨要赌资。从2019年7月到2020年1月这半年的时间，王凯参与网络赌博一共输掉100多万元，其中117万元的资金走的是拼多多，占总流水的80%。王凯10多次前往拼多多讨要赌资，还几次和拼多多在当地派出所见面。拼多多的工作人员当着警察面告诉王凯，这种事情应该报警，自己公司不会负责，而上海警察则让他回江苏去报案。直到目前，王凯的赌资也未讨回1分。王凯的事情仅仅是冰山一角。根据王凯自己的描述，他自己认识的还有另外50多人，都是通过拼多多向网络赌博平台充值。充值账单中的收款人都是拼多多平台商户或者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也就是拼多多的运营主体。根据估算，在过去1年，这50多人一共充值1000多万元，平均每人200多万元，而这还只是王凯他认识的人。根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赌博案件8800多起，查明涉案金额高达10000亿元，而其中大部分网络赌博都是在拼多多上进行交易的。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拼多多会沦为互联网黑产行业的洗钱工具。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金融知识，帮你比别人更懂一点。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点开小铃铛。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根据一名参与网上赌博的赌客提供的支付宝账单截图，从2018年8月到2020年1月，他参与赌博的资金一共是73万元，都是付给了拼多多的资金收款方平安银行杭州分行。参与赌博的赌客一般会在赌博平台先和客服进行沟通，到了充值环节，赌博网站会给赌客提供一个收款二维码，赌客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通过支付宝或微信付款。付款成功后，赌博网站就会给赌客上分，赌客就可以参与赌博了。玄机就藏在看似简单的付款码上。每一个付款码背后是对应的一笔拼多多订单，你扫码付款，在系统看来就是在拼多多上购物，但是赌客无需打开拼多多的应用或者页面，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商户下的单，买了什么东西。赌客本身并不是真正的交易买家。接受赌资的拼多多店铺一般是真实存在的，有店铺详情页，也有交易流水。根据赌客提供的支付宝、微信付款截图，这类交易被归类为生活用品，有订单号码，也有商户号码，但是付款的赌客是查不到这些号码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交易。即使致电拼多多的客服，客服说，由于付款人是代付，不是实际下单人，拼多多平台是没有权限去查询的。同样的，帮助赌客充值的拼多多商户也无法看到赌客的信息，订单显示的都是假名字、假电话，连物流信息都是假的。那么这些帮助赌客充值的店铺是怎么来的呢？在整个利用电商平台进行互联网黑产的闭环中，跑分平台、码商、码农，这些才是互联网赌博等整个互联网黑产的核心。什么是跑分？什么是码商、码农呢？跑分最初是指各类硬件设备的测评，但目前跑分平台已经成为赌博集团在国内对接各类黑产链的交易平台。之前跑分都是用支付宝和微信的收款码，这种方式人工操作的时间要求很长，收款码要求高，经常会异常。
但是自从拼多多出来后，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简直完美的路子。首先，赌博集团会先在跑分平台上发布任务，主要包括在拼多多上开设假店铺、征集个人支付宝、微信收款码等。马商和码农在跑分平台上领取任务、赚取佣金，接受开店任务的马商需要实名认证后，然后开店。通过拼多多的审核后，会有专人帮忙装修网店、上架商品。一般这些商品大多数是服装类的，标价几千块，让赌客去拍，然后这个店铺就可以参与跑分了。跑分店铺设立后有两种交易方式，一种是赌客打钱，跑分店铺的店主提现转账给赌博中介；另外一种是跑分店铺店主每天在交流群内发布当天计划经手的流水额度，之后把钱垫付给马商，店主当天可提现赌资流水，最终的流水和赌资多退少补，店主可以得到流水 1% 的佣金，第二天就可以交易，今天晚上刷单，第二天就可以提现出来。新店一般每天可以做到5000流水，几天后赌博集团会给店铺提高限额，一天流水可以做到4万元，行情好的时候一晚上交易可以有60万，一天的佣金就是6000块。根据统计，在一家跑分平台上一共有1719家店铺，加入每家店铺每天能够完成5000到4万的流水，那么一天之内这一个平台经手的赌资最低是860万，最高能达到6800万。一般拼多多上跑分店铺并不会只做网络赌博，有的还会为赌博平台放高利贷提供资金。店主会先向赌博平台提供网店赌博交易的流水，在验明正身后就可以借钱给赌博平台，借1万元一个月的利息就有5000多。赌博平台在获取这些店主的借款后，这些钱基本上都是借给了那些赌红了眼的人，收取的利息往往是本金的1到2倍。码农主要是收集个人收款二维码的，他们主要以兼职为借口在网络上招揽，这些账户和二维码被犯罪分子用来诈骗。赃款进入这些兼职人的个人账户后，犯罪分子再将收到的资金转入指定的账户，每个兼职人转账1万元可以得到150到200元不等的报酬。根据21CNG 投诉的统计，截至2020年8月，线上累计受理电商涉赌类投诉超过4000件，其中京东涉赌类举报300多，淘宝200多，拼多多高达3700多。江苏的一名网警说，淘宝和京东之所以很难为赌博集团利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买家账户管理更为严格，对于实名、手机号码变更、设备登录限制管理都很严格。而拼多多的注册渠道主要是微信号或手机号码，微信和手机号码现在基本上已经实名管理，按照常理说，拼多多的买家也应该是真实的，但是有一个漏洞是，买家的注册手机号码和联系的手机号码可以不同。目前拼多多没有自己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支付工具主要是支付宝和微信，平台其实很难掌握赌客的真实身份、支付 IP 等信息。根据拼多多的统计，平台正常的订单大部分走的是微信支付，涉赌类交易超过80%走的是支付宝。今年4月，警方因为涉赌交易对拼多多的交易记录进行取证，在重庆的涉赌案件中 90% 的订单是支付宝付款，连云港的案件中 85% 是支付宝付款，丽水的订单中 84% 是用支付宝付款的。之所以大部分订单都是使用支付宝，是因为支付宝有企业支付宝账户，可以被用于赌博平台向赌客分发资金。拼多多曾经向支付宝申请过提供风险交易信息，希望支付宝能够提供2类订单的信息。第一类不是在拼多多，而是在外网唤起的支付宝二维码的客户信息。第二类，这部分资金从企业支付宝获得资金的情况。通过这2类订单对比，可以大概率识别出赌博交易。但是支付宝并没有同意这项要求，因为拼多多要求的这些账户并不是拼多多平台上的，所以相关数据无法提供。这个回答也很值得玩味。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